欢迎收看小老婆汽汽车资讯网，我是大王新哥。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日本的Yokohama横滨那我们在 Bosch 的算是日本的总部这里。那为什么今天来这边呢？是因为 Bosch 的 ABS， 应该说 Bosch 为了机车开发的 ABS， 今年是30周年，所以他们邀请我们来参观总部跟整个 ABS 的历史。那明天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测试包含说他们对于摩托车安全系统的一些配备等等的那今天的部分呢，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这个 ABS 的历史跟这个他们新打造的总公司。那我们就往里面看看，走喽。那讲到 Bosch 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 ABS 系统。那 ABS 系统其实它最早以 Bosch 来说，它在1978年就已经开发出在汽车上4轮的那种 ABS 系统。那如果你查资料的话，你会看到1988年的 BMW 车上就有用了所谓的 ABS。但是那套系统到底是不是 Bosch 做的？虽然我们从地理的地缘关系来推测，很有可能是 Bosch 做的。Bosch 官方这边他们说，认为他们第一台为了机车开发的 ABS 是在1995年，所以今年2025刚好就是30周年整。那用的车呢，就是 GP1100 ABS 这台车。那如果有一些对老车比较有研究的朋友呢，应该会知道 GP1100 这台车，因为它出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 GPZ 900是出现在 Top Gun 里面那个阿汤哥骑着然后追飞机嘛那 GP1100 这台车其实就是在1981年推出到1984，后来1995年之后呢就搭载了 ABS 系统。那后来就演变到了很多代那他们就专门为机车开发了的 ABS， 那包含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 ABS 8代、9代到现在最新的10代等等那如果跟台湾连接的话呢 ，ABS 8代应该是像比如说光阳的 Exciting 500啦，像买肉700等等这种车。那买肉700后期就改成了 ABS 9代。那10代呢，就是最近比较新的，比如说像是 GT-SL ABS 就是用10代，或者是说像 RTS 165也是用10代。我们来看它现在现场的东西，这边呢有几个，第一个是 ABS 系统，MSC 跟 ARAS 这3个系统。那 ABS 呢，它就是最基础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所谓的刹车辅助系统。它侦测到你前后轮有滑差的时候，可能会锁死，它就适当的减压、持压再增压这种方式，让你可以稳定的把车停下来。那 MSC 呢，就是它在车上多了那种所谓的 gyro， 就是叫做倾角感应器，有3轴、有5轴、有6轴等等的，去侦测车辆的动态，包含你的转弯或甚至是孤轮敲轮等等的这些系统。那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弯道 ABS， 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车就配备这个系统，那你在转弯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心的刹车，然后不会改变你的行进方向。那 ARAS 系统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像如果在汽车上就是 ACC 做距离的控制跟侦测。那除了控制油门之外，也控制刹车，让你去做稳定。所以它是一阶一阶慢慢的往上。那另外除了做这种 ABS、MSC、ARAS 之外呢，它也有做像这种汽车零件，像是电瓶啦、雨刷啦，这应该蛮多人用的，还有什么火星塞等等这些东西，刹车油等等的。有些可能不是机车圈的伙伴们呢，可能会想到，Bosch 他认识的好像不是这些东西，是另外一种，比如说像工具啦，像洗碗机，像这边就有这个Bosch 的洗碗机，还有工具等等的这些东西大家也是很熟悉，所以他们就有2大事业体，一个就是汽机车相关的一些安全部件跟零件，或是一些用品类的，另外就是这种消费型产品。那根据他们的简报资料是说，汽机车类的大概占他们的总营收的 62%， 这种消费类的占 38%， 大概是这样的比例。那我们回来讲说，为什么 Bosch 会在日本这边设所谓的研发总部当然全球的研发总部在德国，那日本是海外的另外一个。那 Bosch 这间公司呢，在1886年就成立了。那日本呢进来的很早，在1911年，现在超过100年的时间就已经进来日本市场。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说，日本不是有4大机车产业吗？这4家的产业的摩托车甚至汽车的部分呢，占了全球
40% 左右的这种市占率，所以他们认为日本市场是非常值得耕耘的。那当然，比如说现在还有在印度啦、在越南、在中国、在美国这些地方有所谓的研发中心，或者是制造或是测试等等。像在日本就有2个测试中心，一个是在北海道最北边的女满别，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有去试过车，有去测试过。另外一个是在立木县，就是明天我们要去的地方。那至于明天会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明天再跟大家分享。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影片内容，喜欢的话欢迎按赞、分享、加订阅，并开小铃铛。我是大毛Singer，我们下次见，拜拜。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在日本第一台用 Bosch ABS 的车种是 Kawasaki 的 GPZ 1100。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长什么样。有没有看到这么大一颗？那这一颗呢？他们说，因为1995年，当时候其实是从汽车的把它改过来，在摩托车上面用，所以不管是重量或体积上面其实都非常的庞大。重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4公斤多。这是第一代的 ABS， 就是在1995年出的，长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后来有出一个 ABS， 就应该是 Bosch 的 ABS 8代，后来出了9代。那他们告诉我说，到了 ABS 9代之后，才是真的为机车设计的 ABS。为机车设计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油道就是另外重新开发，比较小型化。那后来就有最新的10代那这边有几种。这是 Space， 就是一般我们在台湾车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一颗。第10代，你发现体积小很多，重量也很轻，大概400多克左右。那如果说是一些经济型或是入门的车款比如说什么全新迪爵啦、大地名流那种车那就是前碟后鼓嘛，那就是用单通道，像这种10 Lite 这是双通道，有没有？进出前后，那就是单通道。那这个是更大颗的10，它叫10 Enhance 的，那它就是有更多功能，包含了前后双通道。那这个里面有油压的感应器，所以控制是更精准的。那我们今天在讨论到的时候，其实也有其他媒体在问这件事，说，因为他们在简报有提到说 ABS 9代加了油压感应器，然后其实大家有点搞不清楚这个状况。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台湾的 ABS 9代其实有分2种，9B 就是没有油压感应器的这种版本，跟有的。那当然有的好处很多，就是它可以侦测你的油压，它除了知道你的刹车什么时候锁死，因为有轮速感应器之外，还知道你的油压，知道你的刹车到底到什么状况。那没有的机种是怎么样去做 ABS 控制的呢？其实它有2个参数，一个是前后轮速感应器，这一定要有。那另外一个就是减速曲线。因为原厂车开发的时候，他们会去跟 Bosch ABS 这边做一些合作跟调教，去抓这台车的最大减速性能。那他们会去用这个数值来看，现在这车的减速度是不是已经小于他们预设的值。如果已经小于，减速度表示更强的状况下，然后再加上轮速的滑差已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开始介入。有些人觉得说我可能那个是买菜车或是女生车，我又骑不快，慢慢骑。真的需要 ABS 吗？那我个人认为 ABS 是必须的，尤其是那种买菜车、入门车，其实这个配备更需要。因为买那些车的人，有些是为了通勤，他可能真的骑不快，没错。但是那些人的对于车的观念、对于车的技术，我们以大众来说，他们可能不是像我们这么爱车、这么喜欢车这些操控等等，所以我反而觉得那些人更需要。那我也问过身边的朋友说ABS 我要多少钱我才不要，我好像用不到。可说真的，用到一次你就回本。所以我也真的建议车厂，你们就算是那种入门车，也应该要出一个 ABS 的选择让大家去选。对于我来说，我讲真的，只要没有 ABS 的车，我就不推荐，因为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安全。那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想法，我觉得那个就是个人去思考这件事情。但以我一个我对自己骑车这么有自信的人，我都觉得我没有 ABS 不行了。那你们？